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传户崇史医生所撰写的《死亡教会了我们幸福的本质》这本书。本书是传户医生给那些感受到不安和后悔的人们的讯息。在现代社会，感染症、地震、社会治安等风险无处不在，这使得我们现代人很难真正感受到幸福。即使赚了很多钱，也可能看起来不幸福，在家庭或工作中感到压力，对未来感到模糊的不安，或者被过去的后悔困扰，这些都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到压抑。了解如何从这些冲突中解脱出一点点，可能会有所帮助。本书讲述了许多已经去世的人们的生活经历，通过了解这些经历，或许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一点勇气。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癌症可以治愈，关于癌症的3种错误常识；第二，消除不安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3种方法；第三，末期胰腺癌患者教给我们的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本书汇集了传户崇史医生近30年在家庭医疗领域的经验，总结了幸福的本质。这段视频介绍了如何应对不安和后悔，并且对于那些抱有各种矛盾的人，这些内容非常值得一看。首先，第一部分，这是一个还没有许多临终关怀或舒缓护理病房的时代。当时作者所在的病房里，常常有几位接受手术但无法治愈的癌症患者。医生们常说，当西洋医学无能为力时，医生的脚步自然就会离开那些患者的病房。然而，作者传户崇史医生认为，即使不能治愈，也至少应该去病房探望一下。因此，他尽量多去患者的病房探视。通过这些探访，作者逐渐意识到，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癌症本身，更是癌症患者的痛苦和人生。许多癌症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希望能回到家中。医院是治疗的地方，而家是生活的地方。家里有亲爱的家人，是最能让人放松的地方，也是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希望回到这样一个安乐的地方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很多患者不希望再给家人带来更多麻烦，尽管知道生命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们选择在医院中忍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忍受就好。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擅长忍耐的癌症患者，更是如此。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对于那些经历了长时间治疗，并希望在家中迎接生命最后时刻的患者，他作为医务工作者，应该尽力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小小愿望。作者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曾全力以赴为一位癌症患者进行外科手术，但尽管尽了最大努力，患者还是复发，最终发展到末期。患者希望能回到家中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但作者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感到深深的遗憾。因此，作者决定放弃外科领域的工作。这发生在作者35岁时，他当时已经从事外科工作11年。自那以后，已经过去近30年。作者在这段时间内看护了超过2000名末期癌症患者。最初，作者的目标是让患者在家中迎接生命的最后时光，但在后续的医疗实践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家中医疗所需的技能不仅仅是医学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人际能力。此外，通过从事癌症医疗工作，作者发现癌症并不是敌人，相反，它能给我们提供改变生活方式的建议。因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改变对癌症的常见看法。以下是作者认为应该改变的3种癌症常识。1、2人中1人会得癌症。2、癌症一旦出现，就会逐渐进展，直至死亡。3、如果癌症不能治愈，人会死去，死后就一切结束。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癌症常识。然而，作者提出了与这些常识完全不同的癌症观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首先是关于2人中1人会得癌症的常识。对此，作者表示，没有人会完全避免癌症。根据作者的说法，实际上，癌症是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但我们的身体也有自我治愈的机制，因此所有人都会得到癌症。
但其中一半的人可以自然痊愈而不会被察觉。准确地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癌症，但由于一半的人可以自然痊愈，因此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过癌症。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痊愈，而有些人不能呢？这其中的线索在于第二个常识，而癌症一旦出现，就会逐渐进展，直至死亡。作者表示，癌症是否能治愈，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癌症本来应该会自然痊愈，但如果有不良的习惯，会阻碍癌症的治愈，导致癌症发展和恶化。阻碍癌症治愈的因素包括失眠、不良饮食、缺乏运动、寒冷和缺乏笑声等5个不良习惯。这些生活方式会妨碍癌症的治愈。相反，如果我们调整这些习惯，保持正确的生活方式，癌症就会自然的痊愈。正确的生活方式具体包括良好的睡眠、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保暖和笑声。这5种生活习惯正是本书和频道中一直推荐的内容。3. 如果癌症不能治愈，人会死去，死后就一切结束。大家可能都希望能够治愈癌症，保持健康的生活。但是癌症治愈后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呢？即便癌症被治愈，我们也无法永远活下去。那么您打算如何度过余生？您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您真正的自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作者的回答如下：癌症如果不能治愈，人会死去，即便癌症治愈了，终究也会死亡。因此，我们应该活在当下。作者通过在家医疗的经验认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最终都会死。正因为我们注定要死去，所以我们不必过多地考虑死亡，而应该专注于活着的每一刻。作者指出，死亡是100%确定的，因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忧死亡，而应专注于如何生活。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就应该选择如何生活，而不是单纯的考虑生与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面对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让人生更加深刻。空气、能量、爱和幸福等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但它们确实存在。类似的，死亡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份珍贵礼物。癌症让我们明白，要活在当下，死亡并不是可怕的存在。请专注于如何生活，活出一个无悔的人生。接下来第2部分，消除不安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3种方法。如何才能消除不安呢？作者表示，曾经看护过2000多名末期癌症患者，他从患者那里收到过许多类似的问题。当生病时，产生不安是很自然的，完全消除这种不安是困难的。然而，作者认为有一些方法可以稍微减轻内心的负担。通过在家医疗的经验，作者感受到末期癌症患者们达到了某种境地。人生常被比喻为爬山，从山脚下开始攀登，奋力爬升。当接近山顶，也就是人生的终点时，看到的风景会截然不同。眼下的山脚会变得清晰可见，也能看到支撑山脚的周围景色。回顾山脚时，会意识到曾经生活在多么狭小的地方，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在以自己认为的应该如何，或必须如何的标准来决定喜好、判断善恶，以及衡量幸福感。然而，当临近死亡时，放下这些东西时，人们会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曾经如此执着于那些事？为什么曾经如此愤怒？实际上，那些愤怒和执着都是不必要的。随着临终之际，身上的铠甲会逐渐脱落，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这个改变的契机可能有很多，比如衰老、疾病等等。并且奇妙的是，尽管人生有许多种可能，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们往往会达到相同的心境。那些达到这种境地的患者们常常会说出以下几句话：对不起，谢谢您，我爱您，下次见，再见。这5句话中的再见是一个结束的词，是人生的分界线，意味着终结。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话，但因为只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说出来，
所以很难开口。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情，这些话才能够表达出来。在疾病逐渐恶化的过程中，许多人会被巨大的不安所困扰，甚至会陷入抑郁状态。此时，作者建议患者回顾过去，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这样做可以让许多人感到释然。很多人会意识到，无论是父母、亲戚还是朋友，在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最终大家都要面对死亡。当再次意识到这一自然法则时，不安感会转化为安心感。然而，回顾人生的过程也可能会让人感到内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以下3种方法来消除不安，并为死亡做好准备。方法1，在心中说对不起。首先列出您在一生中觉得对不起的人，逐一回忆每一个人，以及让您感到内疚的具体事件，尽可能真实地回忆这些事，然后在心中真诚地从内心深处表示歉意。设想一下，如果得到原谅，那些人会如何变化？这样的想象也有助于您内心的平静。然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合掌表示歉意，这样心中的积郁会渐渐消散。消除不安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第2种方法是，在心中说谢谢。列出您在一生中受恩于人的所有人，逐一回忆每一个人，以及让您感激的具体事件，尽可能真实地回忆这些事情，然后在心中真诚地从内心深处表示感谢。消除不安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第3种方法是，在心中说我爱您。列出您在一生中无法原谅、憎恨、讨厌的人，您对这些人憎恨的原因可能有其理由，可能有些人确实无法原谅。然而，许多对您造成伤害的人，也许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爱，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去爱。正因为如此，作者建议您向他们的灵魂送去爱。也许他们也有过父母，试着站在他们父母的立场上，心里对他们说我爱您。通过在心中重复这3句话，你会自然感受到一种情感，那就是希望再见。你会发现自己希望见到那些您说过对不起、感激过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您憎恨的人的愿望也会涌上心头。这正是末期癌症患者在消除不安、为死亡做好准备时所达到的心境。请多次反复地回顾这些内容，将它们深深铭刻在脑海中。出生和死亡同样重要，人的死法反映了他生前的生活方式。只关注死亡的表象，并试图以美丽的方式装饰，并没有意义。死亡只是生活的终点，是生前所选择、决定、想象的一部分。唯一存在的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当下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命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生命就是生活的方式。虽然肉体会消逝，但您的生活方式应该由您所爱的人继承。生命将变成您所爱的人的生命，继续传承和连接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替代的使命。你所展现的生活方式是否体现了你无法替代的使命？完成这个使命后，你会形成独特的自我。这种形态无论如何，都是您持续愿望的结果，是您独有的使命的证明。拥有觉悟。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某一条路的同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条路。选择需要觉悟和接受其结果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觉悟，就会受到后悔的折磨。觉悟就是放弃的决心。人生最后的话语。尽管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但最后的话语大多相似。那些话语就是，作为送别的一方，也有最后一句话要说。那句话是剩下的就交给您了。无论是失败、挫折还是纷扰的人生，这句话都能使一切得到宽恕。在佛教术语中，这被称为引导。6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意义。让我们分享一个作者作为医生所遇到的患者的故事。一名婴儿患者由于先天性障碍，没有大脑，尽管他勉强能够呼吸，但没有意识。经过先进医学的努力，这名婴儿仅仅活了1岁2个月就去世了。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说过一句话。然而他的父母表示，他的孩子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家庭，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命？人仅仅存在着就有其意义，其病痛也有其意义。医疗的发展是为了缓解人们的痛苦，然而疾病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法根除，死亡也是人类的宿命，不可能完全消除。在人类历史上，试图消除死亡的医学始终以失败告终。然而，生病并非毫无意义。通过疾病和面对死亡，人们会得到更大的成长。8. 死亡也是一种恩赐，没有人愿意死去。然而，有时死亡比痛苦更为重要。死亡可以结束由于癌症引起的身体、精神和社会上的痛苦，同时，家人可能会因为患者的痛苦终于结束而感到松一口气。对于留下的家人们来说，失去亲人既是极度的悲伤，又是消除痛苦的恩赐。以上8个要点都是幸福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不仅是当前正在忍受疾病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甚至是那些健康但内心存在模糊不安的人，这些话语可能都会为他们提供活下去的启示。接下来第3部分，末期胰腺癌患者教给我们的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本书介绍了作者照顾的2000多名末期癌症患者的各种人生最后阶段的故事。这次我将从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这是关于65岁女性易女士的故事。易女士患有胰腺癌，并因为癌性腹膜炎而接受了人工肛门手术。她的腹部因为腹水而显著膨胀，面部和眼睛因为黄疸而变得通黄。为了缓解疼痛，医生开了许多止痛药和外用药物。易女士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无法进行手术或化疗。当地医院的医生建议易女士接受缓和治疗，但她坚持诉说自己的愿望，寻求其他治疗方法。于是，易女士和她的女儿一起驱车1个半小时来到作者的诊所，这也成为了易女士与作者相遇的开始。易女士在诊查室中向作者询问，她是否应该接受死亡，活在当下，还是应该抱着生存的希望。活在当下，作者意识到，接受死亡并活在当下，以及抱着生存的希望并活在当下，这两者的意义其实是相同的。您们是否听说过 memento mori 这个词？这是拉丁语，意思是不要忘记您终将死去。另一方面，还有 carpe diem 这个词，意为摘取今天的花朵。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诗人赫拉斯的诗中出现了这些词，通常被翻译为享受当下的瞬间。这两个词语都涉及到生与死的心理，乍一看似乎是完全对立的，然而仔细考虑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可能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明天是否还活着，所以摘取今天的花朵与记住您终将死去应当是一起理解的。作者认为，易女士的问题可以从这两个概念的结合点来解释：接受死亡并活在当下。易女士无意中已经触及了记住您终将死去和摘取今天的花朵的心理境界。在此，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也因同样的胰腺癌去世。他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也是围绕着上面的两个主题。本书引用了演讲的全文，但这里我们将提取出其中的重要话语来介绍。每天都要以人生的最后一天来对待。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来，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会有所改变？对自己即将死亡的意识，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最为重要。周围的期望、个人的自尊、对失败或羞耻的恐惧，在死亡面前几乎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以死为觉悟去生活，就不必担心失去什么。死亡或许是生命的最高发明，它清除了旧事物，为新事物开辟了道路。不要活在不符合自己本意的人生中，浪费时间。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跟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同样面临生命边缘的易女士，肯定也认为今天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然而，这并非绝望，而是摘取今天的花朵，即生存的希望。易女士通过接受死亡，获得了如同乔布斯所说的那样，
遵循内心和直觉的勇气。他决定在仅剩的时间里与女儿一起旅行，即使可能是末期癌症患者的最后一次旅程，这肯定也是一次美好的回忆。然而，时间不会等人。从旅行回来后，3天的检查中，易女士的身体更加消瘦，黄疸也加重了。但与身体的衰弱形成对比的是，易女士的精神状态似乎变得越来越坚定。作者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易女士说：“医生，我好了，所以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尽管她只能靠轮椅移动，双手双脚都有严重水肿，腹水和黄疸也很严重，食欲不佳，夜间也无法安稳入睡。这些症状使她不得不依赖药物。然而，治疗只是为了支持易女士想做的事情。决定如何生活和继续生存的是易女士自己。因此，作者尊重了易女士的意愿。1个月后，易女士走完了她的最后旅程。作者收到了来自她女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多亏了大家，母亲能够迎来一个没有遗憾的最后时光。母亲在最后时刻非常的坚强，没有放弃。我曾经想，为什么不能平静地接受死亡呢？但在最后的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其实是想和我多待一些时间。我从小就不喜欢母亲，但在照顾她的最后时光中，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我的母亲。触摸到大家的温暖和真诚后，我也想成为像您们一样的人。今后希望自己能珍惜当下的每一天。非常感谢大家，请永远保持不变。我会从远处为你们祈祷。癌症或疾病是否一定是坏的？死亡是否应该被忌讳和厌恶？不一定如此。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所说，如果能在最后一刻活出自己的人生，那么死亡就是生命中最伟大的发明。它开辟了通往新生的希望，让我们无畏地接受死亡，感受死亡的意义，并活出精彩的人生。希望大家明白，死亡并非必须被视为绝望的、被厌恶的东西，相反，它可以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的一种希望。当然，健康生活中运动和饮食非常重要，但接受死亡的心态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信息传达到了，我会很高兴。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说既然终究会死，就不必关心健康。随心所欲的生活，关注健康可以让有限的生命更加的充实和延长。让我们共同过上身体和精神上都充实的生活吧。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